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拜托大家。大家可留言告诉我。各位优秀神秘文怪事团团员，大家好，感谢团员新进团员耐心等待，再次感谢所有团员支持本频道。今天故事开始前，先提醒大家，本频道这做不容易，拜托大家翻阅书籍影片，挖掘奇闻怪事。影片最下方神秘文怪事订阅键定下去，用力按去下，请订阅，请帮忙一下。我上一集影片讲到，时空旅人要来阻止美国和中国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吗？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上一集。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一段被美国尘封多年的机密往事，攸关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之一爱因斯坦。时间我们回到1942年的曼哈顿计划。当年美国军方组织了31名顶尖的科学家，要研发原子弹，而当时理论的基础就是建立在爱因斯坦相对论之上。想当然尔，他也绝对在名单中。然而 FBI 却对他投下了反对票，因为他们在长时间监控爱因斯坦的私生活之后，认为出生在德国的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变成真正忠贞的美国国民，这也让他遭到美国军方除名。但出生地真的是被除名的主要原因吗？ Weapons in a global struggle for power. You'll be trained in psychological manipulation. You must learn to push yourself beyond all limitation. 1939年，二战爆发，各国除了台面上的军事冲突，台面下的谍报工作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当时，美国召集了一群顶尖的科学家，进行了曼哈顿计划，目的是为了研发一种杀伤力极强的武器，也就是原子弹。苏联为了窥探情资，安插了一名美女间谍，有目的的接近参与计划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在一封信里面写道：“人人都说我聪明，但是对你，我束手无策。”这个让爱因斯坦拜倒在石榴裙下的俄罗斯女人，究竟什么来头，又有什么本领？这名美女间谍叫做玛加丽达，有人形容她有一双无法直视的眼睛，因为只要多看一眼，就会被她柔情似水的双眼吸引。就连世界上最聪明的男人爱因斯坦都为她深深着迷。玛加丽达在1924年跟住她的雕塑家丈夫谢尔盖，以筹办俄罗斯艺术展的名义来到美国，并且定居下来。他们透过艺术展认识了许多政要名人。经莫斯科批准，玛加丽达与丈夫接着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居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20多年。在此期间，玛加丽达被另一名身在美国的苏女蝶招募为间谍，专门为苏联收集美国高科技方面的情报。以著名艺术家夫人的身份，玛加丽达自由地穿梭在美国上流社会当中。谁能想到这样的贵妇，另一个身份竟然是苏联女特工。 Институт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заказал бюсты ученых разным известным скульпторам. Эйнштейн достался русскому скульптору. Каненковы стали частыми гостями в доме Эйнштейнов. 当时的普林斯顿请了远赴盛名的雕塑家谢尔盖，帮爱因斯坦做雕像。为了完成雕像，谢尔盖还时常进出爱因斯坦的工作室，而玛加丽达作为丈夫的助手，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接近爱因斯坦，甚至还成为朋友。 Муж говорит, что вы будете выглядеть более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если будете говорить о чем-нибудь, что вам близко. Ну, например, о теори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сти. 玛加丽达问能够制造更多跟爱因斯坦相处的机会，也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故意一次次的制造机遇。 Ну что же, господа, меня просили прочесть эту публичную лекцию, посвященную очень важ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Теор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сти, единая теория поля.
今年爱因斯坦56岁，玛加丽达39岁，年龄并没有成为两人的隔阂。爱因斯坦在相处的过程中，被玛加丽达的美貌以及优雅的谈吐吸引。不过她还是有丈夫的，两个人越走越近。加上爱因斯坦妻子当时过世没有多久，玛加丽达的关心刚好填满了爱因斯坦丧妻后孤独的心，他开始对她展开追求。半推半就的玛加丽达成为爱因斯坦的秘密情人。Ну почему? Что? Почему в кафе? Не задавай лишних вопросов. Почему ты приехал ко мне? Уезжай. Ты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шься. Даже больше, чем очень. 爱的火焰一旦点燃，挡都挡不住。大科学家也不例外，一开始玛加丽达还会顾及丈夫的面子，有些遮掩，但爱因斯坦对她根本掩饰不住爱意，以及常常出双入对的出现在社交场合，他们的关系很快就成了公开的秘密。纸包不住火，老婆跟爱因斯坦，事情全都回到了丈夫谢尔盖的耳朵里，头上被戴了一顶大绿帽。当老公的心里肯定愤愤不平，但谢尔盖对此始终保持沉默，因为他知道玛加丽达肩负的使命。和爱因斯坦交往之后，玛加丽达她是全心投入他的生活里，她温柔体贴的照顾给了爱因斯坦更多的科学灵感。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大学办公室成了他俩幽会的场所。爱因斯坦形容过，这段时间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Черт, плевать на теорию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сти. Если бы я мог придумать теорию любви, в которой было бы все точно. 两人打得火热，但玛加丽达并没有忘记他的任务。他持续从爱因斯坦的笔记本和他的口中收集到了许多有关美军军事、科学发展的情报，并结交了不少科学家。几年后，曼哈顿计划正式启动，苏联情报机构埋在爱因斯坦身边的这颗棋子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虽然爱因斯坦不直接参与美国的核子研究计划，但他却成为核武提供了最原始的理论基础，也常常会有专家学者来找爱因斯坦请教问题。玛加丽达便窃取了大量关于曼哈顿计划机密，无数情报直达莫斯科。1945年，美国核弹试爆成功，2枚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长崎两地爆炸，造成了数万平民死亡。虽然苏联方面事先已经得到了相关情资，但原子弹的威力还是震惊了。苏联当局为了更快研发出原子弹，直接向玛加丽达打下了死命令，并以苏联的家人性命作为威胁，他得在最短时间内掌握关键讯息。玛加丽达与爱因斯坦之间的恋情，牵扯的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有关原子弹研发的机密，玛加丽达从接近爱因斯坦的第一秒开始，就带着浓浓的目的性。然而天才也无法抵抗爱情的来临，爱上了有夫之妇还是苏联女间谍，爱因斯坦到底会不会背叛国家呢？ Мы, наверное, больше не будем встречаться, Альберт. Не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не люблю тебя. Ты не захочешь после того, что я сейчас скажу. Так. Все это время я выполняла зад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爱因斯坦虽然震惊，但他更同情玛加丽达的处境。看到最心爱的女人在面前哭成泪人儿，他满是心疼。为了爱人，他决定冒险一次。在心上人的请求下，爱因斯坦最后仍然与苏联副领事米哈伊诺夫秘密见了面。事实上，类似秘密约会后来又发生了多次。在米哈伊诺夫的关注下，爱因斯坦给苏联科学院写了份电报，并在电文中谈到原子武器给世界带来的新威胁，并且原子弹在日本爆炸之后，
爱因斯坦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他不希望让美国单方面垄断杀伤力极大原子弹，为了遏制美国原子弹的发展，只好顺水推舟，借助苏联跟美国制衡。在玛加丽达的安排下，爱因斯坦跟苏联领事局的官员他们进行了秘密的会面，同时他又成功说服了核武专家，为苏联提供核武制造资料。随后任务完成后，苏联为了对玛加丽达下达回国指令，他知道这一回或许再也无法跟爱因斯坦见面了。向他道别时，爱因斯坦摘下了他随身佩戴刻有自己名字的手表，把它送给了爱人。玛加丽达回到苏联后，被授予了英雄特工勋章，夫妻俩得到一间别墅，从此他们远离繁杂的莫斯科市中心，隐姓埋名过平淡生活。于1945年秋返回莫斯科后，思念心切的爱因斯坦给这名异国情人写了一系列深情款款的情书，但远离世事也没能阻挡爱因斯坦对他的思念。后来玛加丽达过世后，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了9封署名爱因斯坦书信。Well, the letters are very personal and very passionate. They are full of references to places they had been together, persons that they knew in common. There are all sorts of diminutive nicknames used. He wishes that she was there to help him wash his hair. He wishes that she were there to give him a kiss goodnight. 内容提及了现在我们不能了解彼此的境况，为此我一直在苦苦的思索，如何才能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尽管人人都称赞我聪明过人，但我对此竟束手无策，字字句句都不难发现爱因斯坦的依恋一场和女间谍的恋情改变的是美苏军事布局，间接为冷战拉开序幕。然而种种诡异传闻越传越盛，是真是假只能说信者恒信了，至今仍是人类想要解开的重大谜团。许多人还是选择宁可信其有，请大家自行判断。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